日前，美国空军部长表示将暂停开发下一代战机的进程，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款计划于2030年前后取代 F-22的6代机，为何连设计方案都迟迟无法确定下来？究竟是成本过高，还是现有技术无法满足要求？美国国会报告极力鼓吹扩军备战，又释放什么信号？ 据美国军队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国会在一份报告中呼吁大规模扩充军备，为重大战争做准备。报道称，这份近100页的报告由一个受国会委托的2党专门小组发布，其中声称美国打一场重大战争的可能性是80年来最高的，但军队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外界观察指出，美国国会经常会发布各种版本的报告，反复炒作战争威胁，其实质却是为自己扩充军备、维持霸权找借口。这些美国国会议员呢，他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来进行这个谋利。那么，这个军工企业它所在的州，它有相当的议员，那么议员呢，实际上是代表这些这个军工企业的利益的近段时间以来，美国不断调整西太军力部署，推高地区摩擦冲突风险。美国国防部前段时间公布了一项驻日美军战机更新计划，该计划将广泛使用 F-15EX 和 F-35等新型飞机，取代老旧的 F-15和 F-16。按照计划，在冲绳加手纳基地，美国空军将用36架 F-15EX 取代48架 F-15CD 战机。 而在日本北部青森县的三泽基地，美国空军将把现有的36架 F-16更新为48架 F-35A 战机。美媒声称，这是近年来美军空中力量在西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升级。美空军近日还宣布，将在驻韩国乌山基地第36战斗机中队基础上组建首支超级中队。 据报道，美空军已计划将驻韩国群山基地的9架新型 F-16V 战斗机换防至乌山基地，组建超级中队。该中队将下辖31架 F-16V 和 F-16CD 战斗机，成为美空军中体量最大的中队级单位。美空军第7航空队新闻处称，超级中队将采取新型编程模式，比如5机编组或6机编组。 以释放不同代系战斗机功能优势，而以往美空军 F-16战斗机多采取4机待战编组和双机转场部署模式。报道称，超级中队新型编组将进一步丰富空战战术，单机年度训飞时间将突破120小时，超过目前多数中队80至90小时的训练量。分析指出， 美空军大幅调整驻韩兵力结构，是美在西太地区兵力布势的重要一环，将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美国空军打造的第一支超级中队最大的特点是编制规模大。美国空军的 F-15和 F-16战斗机中队标准编制是26架，其中24架处于战斗飞行状态，2架作为备用机，而新编的超级中队装备的 F-16数量呢达到了31架。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美国空军试点的超级中队是奔着应对高强度战争去的。由于美军一直奉行攻势战略，所以现在打造超级中队，并用该中队来探索新战法，这必然将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重大冲击。美空军动作频频之际，其下一代战机项目却遭遇变故。 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日前表示，将暂停开发下一代战机的进程。该项目需要暂停数月，以确认设计和方案路线是否正确。肯德尔提到的下一代战机，指的是美空军在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中所开发的第6代战机。据报道，该项目的最大问题是价格太高。 美空军的说法是，按照现在的方案，下一代战机的成本预计大约是 F-35战机的3倍。由于 F-35的价格约为0.8至1亿美元，这意味着下一代战机的价格可能接近每架3亿美元，成为史上最贵战机。这将极大地限制其潜在机队的规模。而早在6月底，肯德尔就声称，美空军可能愿意放弃这款战机的某些能力，以降低成本。他指出，我希望它能比 F-35便宜，或者至少和 F-35差不多。
值得指出的是，美海军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在美国参议院版本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美海军下一代舰载战斗机 FA-XX 项目预算从今年的4.5亿美元被骤减到5382.8万美元，这也意味着这款舰载机有可能胎死腹中。你像美国空军，它削减了对6代机的投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要把大笔的资金去更新它的核力量啊，因为你像现在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服役，到现在40-50年了，而下一代的这个导弹呢又是超支，所以呢，它不得已会首先要把这更多的钱放到这更新核力量上，包括它的 B-21轰炸机已经完成首飞，下一步马上装备，这里的钱呢它也不能削减，所以它对未来的投资减少一些。对于美国海军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要把更多的资金放到下一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上。近年来，美空军多次提出要在2030年左右用新一代战机代替 F-22。那么大名鼎鼎的 F-22战机为何要早早退役？F-22是美国空军一款单座双发第5代隐身战斗机，自2005年服役以来，一直以其卓越的隐身性能、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机动性而闻名。2014年9月22号晚上至23号凌晨，美军首次使用 F-22战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进行了空中打击，拉开了5代机实战运用的序幕。后来 F-22又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多场反恐行动等，在实战中从未被击落过。F-22机身长18.92米，翼展13.56米，机高5.08米，最大起飞重量达38吨，是不折不扣的重型战斗机。根据美国军方的要求 ，F-22战机除了采用隐身外形设计之外，还在机身表面涂上了锡箔材料，使其最小的雷达反射截面积降低到了0.005到0.01平方米的水平。根据公开发布的信息 ，F-22的内部弹舱最大载弹量为2.2吨，主弹舱可以携带6枚 AIM-120CD 中距空导弹，侧弹舱则可以携带2枚 AIM-9X 近距格斗导弹。此外 ，F-22还有4个外挂点，必要时可以挂载包括1000磅 GBU-32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 GBU-39、GBU-53小直径炸弹等多种空对地弹药。值得注意的是 ，F-22曾被标榜为世界最强战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F-22已经暴露出了多项缺点，比如说它缺少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这一系统是通过探测敌方战机飞行中产生的红外信号来发现和跟踪目标。最大的优势呢，在于其采用被动方式进行探测，不会暴露自身位置。而 F-22在设计时并未集成该系统，这也限制了其在空中探测敌方目标的能力。此外 ，F-22还缺少头盔瞄准系统，飞行员在瞄准和开火时需要将战机的机头朝向对手。这种传统的瞄准方式在现代空战当中显得较为笨拙，也严重限制了 AIM-9X 在空战中大力轴发射的技术优势。此外 ，F-22由于设计时间较早，作战响定主要是按照欧洲战场环境进行设计的，作战半径只有760千米，有着明显腿短的缺陷。F-22战机可以说除了隐身性与机动性出众之外，已经很不现代，在一些作战性能方面，甚至还不如一些非隐身战机。由于 F-22诞生于冷战末期，其原始设计并未给后续的技术升级留下足够的空间，并且其生产线又早被关闭，这也使得美空军想要对 F-22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变得相当困难，机体老化和维护问题也逐渐地凸显出来。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4月，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对一架改进后的 F-22战斗机进行了试飞。该机当时挂载了新型隐身油箱和红外传感器吊舱，而这样的改动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其隐身能力。美空军显然不会满意。美空军在2023财年提交美国会的退役清单上就包括33架 F-22战机，理由是这些 F-22状态不佳，后来被否决。而第2年，美空军又继续提交了退役32架训练用的 F-22的申请，还是遭到否决。不难看出，美空军现在有点想要甩包袱的意思。在他们看来 ，F-22已经成了发展6代机的拖油瓶。只有将一定数量的 F-22退役，美国会才会慷慨拨款研发6代机。
事实上，美空军在使用 F-22战机过程中，还存在保养维修费用过高的问题。美国洛马公司为了使 F-22的隐身性能更好，以铁氧基聚合物为原料，对机身进行3层涂装，在进气道等受气流冲击严重的部位，涂层数量甚至会达到10层。然而，这些隐身涂层的耐久性差，甚至会对雨水产生过敏反应。根据 F-22的维修手册规定，其每飞行1个小时要进行20多个小时的维护保养。维护人员每天有1半的工作时间是给战机修补涂层，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全部重新涂装。据统计 ，F-22每飞行1小时的平均成本高达5万美元。美国空军杂志和防卫简报曾披露，目前美军为了维修和保养 F-22隐身战斗机，每年需花费44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开支也会逐年增加。预计到2032年时，每年的维修和保养费用将达到70亿美元。再加上 F-22的存放需要恒温恒湿的空调机库，才能保证其隐身涂层不会老化脱落。这也导致 F-22无法实现在海外的长期部署，只能定期进行轮换。根据美空军的统计数据，目前拥有的大约180架 F-22，由于维护需求等原因，只有约1半的飞机能够同时执行任务。美国空军之所以嚷嚷要淘汰 F-22，不是因为 F-22老外到提不动刀了，而是 F-22维护起来太麻烦，跟伺候少爷一样。尤其是美国之前匆匆关闭 F-22生产线之后，导致 F-22的零配件呢，到现在都供应不上了，而 F-22的数量太少呢，还导致升级费用太高啊。除了有人机以外，美空军还试图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无人僚机。据美媒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透露，已经选择5家公司为其无人僚机发展自主运行的大脑，以支撑第一批无人驾驶的协同作战飞机。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空军战斗机和先进飞机项目执行官杰森·沃海斯准将把自主运行软件包计划描述为美空军未来协同作战飞机的大脑。这些无人僚机将与 F-35等有人战斗机协同作战，执行包括攻击、侦察和电子战在内的一系列任务。美空军计划到本世纪30年代后期，至少装备1000架这种无人僚机，而亚太地区将是其重要部署的目标区。美军着手研制6代机已有多年，然而对于什么是6代机，至今都没有一个认定标准。那李先生，您认为这反映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就是在现代武器装备技术的进展上，还没有说形成一种某种能够完全改变战场态势的这种先进装备。尽管 AI 也好，或者人工智能这样的先进技术已经逐步的提到了这种我们讲的武器装备的这个研制过程中，已经把它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但是真正形成战斗力，目前看还有很大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一个是美军的技术有点力不从心，再有一个呢，就是对未来作战可能面临的这样什么样一种作战态势，是我们讲是空天一体的这种作战呢，还是一个更加隐身呢，还是说一个更加机动呢，还是更远距离打击呢，还是终生僚机呢？在这种方面多方面的因素上，美军并没有拿出一套完整的作战思路来，这样也使它的整个作战飞机的研制带来很大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未来谁在下一代战斗机上能够取得实质上的突破，恐怕还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短片中提到，美国空军和海军研制6代机的项目都陷入了困境，甚至面临成本超标而被取消的风险。有评论甚至称，美国上马6代机什么都挺好，就是差钱。那曹先生对此如何分析？到底什么是6代机？比如说，这个美国的海军，它有11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它的作战能力要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所以它要求的是能够在海上执行任务的这种战机划为6代机。那可能要求它更远的航程、更好的隐身性，或者符合美国海军的需求。而美国空军呢，它可能要求什么呢？空天一体，我可能飞得更高，我能飞到大气层以外去或者是跨洲际的飞行，这是美国空军的要求。所以美国海空军它两军的要求不一样，就是
所要的这个指标不一样，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需求不统一，那只能各研究各的。但是如果各研究各的这个6代机，这就出现问题了。美国的国防经费再多，你研究这么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因为是跨代的，那你的经费也不够啊。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军已经开始采用欺骗战术，以迷惑俄军侦察部队。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表示，他们用同比例的模型飞机作为诱饵，为了尽可能地产生逼真的伪装效果，还会不定期地移动它们。多亏了这些模型，敌人已经损失了数十甚至数百枚导弹。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军便运用了大量武器装备、仿真模型，误导俄军将宝贵的弹药浪费在这些假目标上。面对俄军不断提升的战场感知能力，乌军的模型欺骗战术还能否继续奏效？能否有效防范这些 F-16战机免遭打击呢？所谓兵不厌诈，在人类战争史上，用假象来欺骗敌人的战例比比皆是。二战期间，盟军就曾多次利用充气模型作为掩护，实施战略欺骗计划。例如，在1944年的水印计划当中，盟军通过制造大量的充气坦克和飞机模型，部署在加莱港对面的多佛地区，成功迷惑了德军，使其将大量的兵力调往该地区，从而为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除了进行战略欺骗之外，这些低廉的模型主要还扮演诱饵角色，借此吸引敌方的打击火力。在俄乌冲突中，乌军就部署了大量模型诱饵，用来消耗俄军的导弹、炸弹、无人机等。例如，乌克兰媒体曾揭露，俄军声称摧毁的海马斯火箭炮数量要远超美国实际的交付量，其中不少是木质仿真模型。这些模型通过侦察无人机视角难以辨别真伪，成功诱使俄军发射至少10枚口径巡航导弹。据了解，乌克兰的工业力量，如最大的钢板生产商 Met Invest 等大型企业，积极投身模型生产，助力军方构建庞大的仿真模型库。制造的模型包括防空雷达和各类火炮，比如说 D-20榴弹炮、美国 M777榴弹炮等。有观察指出，几乎每款西方援助装备在乌部署之后，其模型就已准备就绪。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欺骗效果，乌军还用了具有现代设计和生产工艺制作的充气模型诱饵。比如乌军使用过的豹2 A4坦克充气模型诱饵，它由总部位于捷克的 Inflatech 公司制造，采用金属纤维混纺的布料作为基部，并结合柔性无线电反射器和特殊的无线电反射膜，以增加雷达反射面积。制造商 Inflatech 公司还表示，这款模型使用150cc 排量的发动机进行充气，其内部结构还能模拟真实坦克发动机的红外信号。对于在1500米高空执行侦察任务的无人机来说，无论是光学、红外还是雷达探测，该模型诱饵看起来都和真实的豹2 A4坦克差别不大，极具欺骗效果。对于美制 F-16战斗机，乌克兰国内的企业更是在北约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时候就开始研制模型诱饵。日前，乌克兰 Apate 公司还公开展示了其研制的 F-16战机模型诱饵，但是在外形上呢，与真实的 F-16相比还是存在差距，与美国制作的 F-16充气模型诱饵差别很大。如今 F-16开始交付乌军，乌克兰制作 F-16模型诱饵的水平应该会很快提升。不过，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则很难说。毕竟，俄军的侦察力量，尤其投入大量侦察型无人机之后，早已今非昔比。想要成功欺骗俄军的难度还是挺大的。模型欺骗只是增加了俄军的打击成本，并不是有了仿真模型就能令俄军的打击失效，否则乌军也不至于在战场上损失那么多真实的装备了。俄军现在的侦察手段呢是多样化的，而且不同的侦察手段所得到的情报还会进行交叉验证，这就使得乌军的模型欺骗战术所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乌克兰期盼已久，西方国家终于将首批 F-16交付乌军。俄罗斯方面声称，乌克兰获得的 F-16都将被击落。那李先生，您认为乌军能保证 F-16的安全吗？那么 F-16究竟能在俄乌战场发挥什么作用呢？乌克兰的装备的 F-16时间毕竟很短。那么能不能够形成有效的这种战斗能力，能不能够有效地融入到西方的这种空战体系当中，它的飞行员的素质能不能够达到适应战斗的，形成真正有效战斗力，那么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俄罗斯也好，还是前苏联也好，他们的空军的发展的各种作战平台，不管是米格29这样的低档机，还是苏227这样的高档机，它的主要作战对象都是美军。
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这样呢，如果说是真正在空中相遇的时候，F-16理论上讲应该不是苏207的对手。但如果说俄罗斯打败了，那只能说它技不如人，它的装备落后的太多。在长期的俄乌冲突之中，乌克兰的机场设备被毁坏的也很大。那么，在地面上消灭敌军，这是夺取制空权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消费比最好的。那么，从乌克兰现有的这种空军保障能力来看呢，它整个机场的毁坏也会比较严重，设备损失也比较大。能不能够有效保证 F-16的升空作战，还存在很大疑问。很可能一旦落地以后，会成为俄军的这种空天军的靶子，这个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它能够很大幅度的提高乌军的空中作战能力，但是能不能改变战场的态势，存在非常大的疑问。有分析认为，乌军有可能将 F-16长期停放在第三国，而乌克兰的空军基地只用于为战斗机加油和补充弹药。曹先生，您认为这种部署方式可能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俄罗斯是否可以将第三国视为参战国呢？最初的时候，乌克兰为了飞机的安全，可能是采用把飞机放在第三国，但是这个从长远来看，如果它能够在自己的国内保持这些飞机的安全，他就要把这些飞机逐步的向乌克兰的境内的机场里边转移啊，这是未来的方式。但是如果他的境内无法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他就无法把这些飞机大量的转移到乌克兰的境内。但是第三方如果长期的或反复的使用这样的方式，从境外把飞机派到乌克兰境内，甚至是打俄罗斯的这个境内目标，那他们必然会成为就是俄罗斯打击的目标，这样就引起了就是俄罗斯和第三方的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